航母拿来当补给舰用。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3集攻击敌人补给舰。巴布亚级补给舰是吉翁公国于 UC0069 年开始装备的一款辅助型宇宙舰艇。该型舰艇一开始是被作为机动战士母舰在前线作战的战斗舰艇，因此巴布亚级除了能运送食品和武器弹药等常规物资之外，舰上设置的格纳库还能用来运输机动战士。这就意味着巴布亚级原先携带机动战士出击作战的能力还在，如果有必要是可以临时将巴布亚级投入作战。值得一提的是，巴布亚级作为战斗舰艇时还配有导弹发射装置，所携带的导弹数量规模相当可观，基本与水面舰艇里的主力舰导弹驱逐舰相当，一次齐发进行饱和攻击，可对联邦军的舰队带来巨大威胁。但之后因为米诺夫斯基粒子的使用，让导弹由此丧失了制导能力，这也就使得以导弹为主要攻击手段的巴布亚级作战效能大大降低。于是吉翁拆除掉了导弹发射装置，将巴布亚级改成补给舰来作为辅助舰艇继续使用，而舰上剩余的武装还有数门 AAAMS 型双管机炮用于防卫，不过该炮在防卫上的表现比较一般，所输出的火力不足够给予对方太大的威胁，对于打击高速机动的目标比较吃力。而在巴布亚级改成了补给舰之后，原先存放机动战士的格纳库这个部分就改成了货舱来容纳各种物资，并且还配套了可伸缩的输送管道，方便进行对接后输送物资。当要开始进行补给作业时，巴布亚级就会靠近需要补给的舰艇，在这个过程会校准对齐2艘舰艇的补给对接口。当靠近需要补给的舰艇到一定距离后，巴布亚级上的这3条补给输送管道就会开始伸出完成对接，而且每个补给输送管道的口径很大，最大能满足拿来运送机动战士。基本上巴布亚级在宇宙进行补给的方式和流程与水面舰艇在海上进行补给没有太大差别。然而巴布亚级用作补给舰的缺点也很明显，自身的吨位在吉翁的战舰中并不突出，对应可携带的物资容量就显得不太足够。像正规补给舰一次能补给数艘舰艇的需求，巴布亚级不但难以做到，甚至连1艘姆塞级满舱补给的需求也难以满足。这一点在夏亚的一次补给支援请求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在 SIDE-7 殖民星上刚刚结束的一系列战斗，夏亚所搭乘的姆塞级轻型巡洋舰弹药等物资的消耗就已经到了见底的程度。虽然成功给予了联邦军重大打击，但是核心目标高达和白色基地仍掌握在联邦军的手中，而且在夏亚撤离 SIDE-7 殖民星之前，联邦军的白色基地就已经做好离开的准备，包括无法全部带走的高达等相关部件都进行了破坏处理。尽管白色基地原先的人员伤亡了不少，但依靠收留的部分殖民星居民的帮助下，让白色基地得以再次运转，就这样顺利离开了SIDE-7殖民星，向月神2号开进。为了阻止白色基地带走高达，夏亚急需补给好展开下一步行动，于是吉翁便派遣了1艘巴布亚级前往支援。而这艘巴布亚级的指挥官便是加登上尉，曾经驾驶机动战士去侦察过SIDE-7殖民星，但任务失败，没有获取到相关有用信息。在返回到吉翁后，他就被多兹鲁扎比调到了后勤部队，然后由他负责指挥1艘巴布亚级前往支援夏亚。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吉翁已经进入到了捉襟见肘的状态，夏亚请求支援的3架机动战士也只调来了2架，由此可见吉翁的战争能力达到了极限。也就在巴布亚级开始进行补给作业的时候，一直提防吉翁再次进攻的白色基地见吉翁迟迟未做出下一步行动，便由此做出了对方弹药耗尽需要补给的判断，于是在经过临时会议后做出了决定，利用吉翁进行补给的这一机会主动出击，争取一次彻底扫清来自吉翁的威胁。紧接着阿姆罗的高达和龙的核心战机率先出击，在抵达临时设想的攻击位置后，阿姆罗便开始使用火箭筒进行瞄准，准备射击，在完成锁定的那一刻立即扣下扳机。虽然火箭弹在飞出去后很快就被吉翁的姆塞级探测到，但阿姆罗发起的袭击比较突然，使得吉翁来不及反应，直接命中。结果这一发火箭弹就炸断了巴布亚级的输送管道，于是吉翁不得不停止补给作业，开始迎战。然而阿姆罗又发射了1枚火箭弹，这一次直接命中巴布亚级，造成了重大伤害。到第3发时，夏亚驾驶扎古试图进行拦截，但没有拦截成功，又一次命中。马上龙驾驶的核心战机对巴布亚级发起了突袭，接着白色基地也加入到了战斗，这一下就让吉翁陷入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很快在白色基地
核心战机和钢坦克的轮番攻击之下，吉翁的巴布亚级连续被攻击命中，损伤严重，最终因钢坦克的一次炮击打中了动力装置，直接坠毁。也就在巴布亚级坠毁前的那一刻，加登为了尽可能保住补给物资，便启动了他的机动战士来应对这个危急情况，而他所驾驶的机动战士便是型号为 MS-05B 的扎古伊后期生产型。该型机动战士是战争初期阶段吉翁使用的主力机型之一，其最早服役的型号为 A 型，但因性能表现不稳定和存在诸多使用问题，没多久吉翁就 A 型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改进，而改进之后的机型便就是这款扎古伊 B 型。经过改进后的 B 型，除了性能更加稳定之外，也对驾驶舱的设计和装甲材质进行了优化。当扎古伊完成改进后，吉翁便开足了马力进行生产交付部队，于是这一型扎古伊就成为了吉翁的制式装备，开始在吉翁军中大范围装备使用，直到被新型机扎古2完全取代之前。改进后的 B 型扎古伊总共生产了793架，由此可见这一型扎古伊的成熟程度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所配备的武器装备，一开始装备的是105毫米口径机枪，但火力不太足够，导致攻击力的表现一般，所以后来选择了120毫米口径的机枪代替。这两种口径的机枪均采用了圆形弹匣供弹，每个弹匣备弹量100发，并且会在机体后腰位置携带多个备用弹匣，以便在战斗中子弹耗尽时随时更换继续战斗。两把枪上都配备了瞄准装置，用于支持精确射击，来让扎古伊在战斗中发挥更多作用。然后是近战武器，给扎古伊准备的也是电热斧，不过因为电热斧的研制难度比较大的原因，直到新型机扎古2开始量产后才完成开发，扎古伊这时候才使用上电热斧这一型武器。而有所不同的是，扎古2使用的是5型电热斧，扎古伊则为3型电热斧。其他的武器还有扎古火箭筒，可根据作战需要在后腰挂架上增加携带，但这个扎古火箭筒数量比较少，很少见到扎古伊有装备使用的情况。关于防护方面，在扎古伊上使用的也是超硬钢合金打造的装甲，由于该材质属于初次拿来作为装甲使用，所以一开始在 A 型扎古伊上的性能表现不佳，直到在 B 型扎古伊上经过改进后，该材质打造的装甲这才发挥出符合预期的性能表现。而在机体动力方面，扎古伊使用的也是米诺夫斯基超小型和聚变反应堆，其输出功率为899千瓦，与之配套的推进器总推力为40.7吨，跟新型机 F 型扎古2的43吨相比差距不大。除了推进器之外，在机体上还安装了 MBAC 系统，该系统在不需要消耗燃料的情况下，就能够帮助机体短时间内在失重环境中完成姿态调整。像扎古伊只需2.9秒的时间就可以进行180度姿态变换，可以说这一功能对机动战士在宇宙环境中作战极为有利。相比其他类型的武器装备，使用 MBAC 系统后的吉翁机动战士在灵活性上都得到了质的改变。另一方面，机体骨架采用了高反应高出力驱动结构，其工作机制通过机体内部的流体脉冲系统进行驱动，从而让扎古伊的机动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配套的 AMC 控制系统可以帮助机体迅速响应驾驶员的操作，这让机动战士像人一样灵活成为了可能。不过相比后来的新型机扎古2的机动性能，在扎古1上没有使用动力管直连动力装置，所以机体动作的灵活性上要比扎古2差一些。接着是头部这个部分安装了极具特色的单眼摄像机，这个部分除了摄像功能之外，还融合了红外、雷达等多个探测系统，在米诺夫斯基粒子环境下，其有效探测距离为2.9千米，包括通讯用的设备组件也安装在了这个位置。可以说在整个头部里融合了所有的传感器，也就是凭借以上这些能力，让扎古伊在开战初期大放异彩。不过随着战争的激烈程度不断上升，扎古一的性能逐渐满足不上吉翁的需求，所以很快就被性能更好的扎古2取代。但由于新增的缺口越来越大，还有部分扎古一还在吉翁军中装备使用，而此次前来支援夏亚进行补给的加登上尉，就是最早使用扎古一参加实战的驾驶员之一。以他的这个资历和军衔级别，完全可以优先更换新型机扎古2来代替。有可能是他习惯于使用扎古一作战，让这名老兵加登上尉一直没有选择更换。不过加登的驾驶水平确实很强，在巴布亚级即将坠毁的那一刻，加登一边指挥属下将补给物资抛出去，一边驾驶扎古一将2架扎古2及时送出舱。在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之后，成功保住了大部分物资没有被摧毁。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加登在正面与高达展开了战斗，尽管表现得十分勇猛，
并且还在一开始就给予了高达重大打击。但是他驾驶的这架扎古一没有携带武器，仅靠四肢用蛮力对高达攻击效果比较有限，结果很快就被高达反杀，自身的动力装置一瞬间就被光束军刀刺穿，最终引发了巨大爆炸，炸成了碎片。加登就这样在这场战斗中直接阵亡。而作为进攻方的白色基地和高达，因为自身的弹药即将耗尽的原因，为了避免发生变数，也不再与吉翁继续战斗而选择了撤退。于是这场奇袭吉翁补给舰的战斗便到此结束。